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湘西的大山里面了。这里是湖南省湘西州花园县。在我的身后呢，这是一个村里面闲置的小学，将近建了有20年左右的时间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找到了村里面的干部，带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大哥你好，贵姓？我姓吴。姓吴。哎，对。口天吴。对，口天吴。这个姓在你们当地多不多？多，挺多的啊。多数都是姓吴的。你们是苗族还是汉族？苗族。苗族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就走进整个院子去看一下。好。这个场地大概占地面积有多宽？大概有8亩左右，有很多闲置地嘛。哦。这是2个很大的这个操场。有2个篮球架。2个篮球场，然后上面呢有一栋教学楼。这是一个学生的食堂。食堂也可以，上面可以住宿。如果把它改建一下，就可以住宿的。对对。车子是可以完全开进来的。对，这离马路直接开进来。我看你们整个场地应该是一个4面环山的一个环境。哎，对。这边4面环山，而且周边都是稻田嘛。周边都是稻田。这是纯正的一个农村的一个田园风光。对对。我在这边站了一会儿，偶尔是有飞机从这边飞过，而且飞得特别低。附近是有机场吗？对呀，我们在附近上面就是机场，就离我们这里1公里左右。从这里开车。湘西边城机场。湘西边城机场。占地就是征用我们村民的土地的话，2000多亩。基本上整个机场就建在你们村里面。哎，对。那现在出行很方便了。方便，现在你到北京、成都、云南都有飞机。都有飞机。很好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场地呢还是挺宽，然后整个操场呢都是做了这个水泥的硬化。上面的教学楼有几个教室啊？有6个，说是6个教室是吧？6个吧。6个教室，应该是一个2层结构的房子。对，2层楼。可以。这是一个爱心人士给我们建的希望小学。这样。从香港过来的。香港过来的一个爱心人士，在这个小小偏远的农村里面建了这么个小学。哎，对。当时花了多少钱？花了，那是0几年，花了20-30万。花了20-30万。还有村民捐的钱，加起来就50-60万建的房子。20多年前花50-60万在这么偏远的农村建一个小学也是不容易的。当时的小学也有500-600人呢。这个小学有500-600人啊。学生。那现在几乎是没有学生在这边读书了。都县城。为什么呢？现在的城镇化了，农村好多学生为了就是家长也为了提高孩子的教育，就是搬到县城去就读了。这样子。那对于你们这样来说，你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当然有利有弊，对吧？当然对我们村民的生活体制了。但是我们这边又闲置了，我们所以说把这些闲置的东西利用出去，产生价值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帮我们介绍出去。对对，大哥说的很实在。他说整个场地将近建了有20年。闲置在这边一直没有利用起来，确实挺可惜的。如果有缘人有需要的话，把它管理，然后租出去，让别人在这里给它利用起来，也是一笔无形的资产。租金也不贵啊，反正就是稍微给我们1年给我们个3000块钱左右就够了。那就这么宽的一个场地，还有这样好好的2栋房子，也就是3000左右1年。有人住了才有人气嘛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。那我们就不打扰大哥，我就带大家仔细的来看一下这2栋房子。这个荒废的学校，刚才大哥告诉我说已经建了是有20多年的时间了，距离县城将近有15公里，距离镇上有7-8公里左右，交通是非常便利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栋就是学生食堂，2楼呢是可以改建成为宿舍的。底下这里是一个很宽的操场，有2个篮球架，都是做了水泥的硬化。这里可以停下20多辆车呢。上面呢还有一个操场，那边有几株柏树，这里还有一株玉兰树。
主要的教学楼就是镜头前方的那一栋。我们现在走过去看一下。其实整个学校呢是四面环山，青山绿水啊。站在学校的操场位置，就可以看到机场的这个主楼了。以前建机场的时候租用了，也就是说征用了当地的2000多亩地，也是我们湘西唯一的一个机场。现在有通往北京、武汉、成都、天津、宁波、福建等各个地方的飞机。其实出行啊，现在我们湘西已经是非常一片坦途了。记得很多年前，我们湘西交通是非常的闭塞，当时连高速公路都没有一条。现如今几十年过去，我们这边通了飞机，有了高速，还有高铁。在我们湘西花园，现在是正在新建高铁，再来个3-5年，这边的高铁就开通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主楼，上下2层的结构是03年的时候开始修建的，当时是香港的一个爱心人士投资了20多万在这边新建的，没有任何的回报。在前几年，他还特地回过来看过整个这边的教学楼。他说湘西这边太贫穷了，能给这边的孩子带来一定的帮助，是他觉得此生最欣慰的事。确实，我们湘西啊，生活在大山里面，祖祖辈辈走不出这样的大山，只有读书，小孩子唯一的一条路，读好书了才能走得出大山。可以想象，当年500-600人的学校，现在是人去楼空，已经没有一个学生在这边读书了，房子也荒废了。就像刚才这位大哥所说的，究竟这样子好不好呢？他说，对于老百姓来说，确实是好的，因为小孩子有个更好的环境去读书了。但是对于农村的财产，确实也不太好。这样的好房子，已经是人去楼空，没人在这边居住。当然，一切都要往前看，小孩子都要有更大的舞台去施展自己的一个能力极限，还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。像现在这样荒废的学校，在我们湘西这边实际上是挺多的。根据政策的原因，很多村里面的小学陆陆续续的已经全部搬空了，基本上都是搬到县城去读书了。所以现在很多农村的这个老乡们啊，也相聚，很短时间之内都到城里面买了房，就是为了小孩子读书更为方便一些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整个这栋教学楼主体结构还是非常的好的，外墙贴的是白色、红色还有蓝颜色镶嵌的瓷砖。这个瓷砖呢也比较小片，将近是5公分乘以5公分一块的，主体结构是非常的完好。如果有人就是说喜欢这样农村的地方，其实拿下整个场地将近8亩左右，在这边搞点种养结合，完全是可以给它利用起来的。就像这个大哥说的，他说自己也是农村的，在这边已经是没有更好的一个舞台发挥，他觉得可能自己的眼光是有所欠缺。他说在农村无非就是种点稻田，种点稻谷，然后每年呢就是重复着一样的生活。如果让自己施展拳脚，把这个地方全部给它盘活用起来的话，他确实不知所措，不知道怎么去开发利用起来。确实如此啊。其实在农村里面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想的，如果要投资去新建，去办一些养殖啊或者合作社之类的，确实投资非常的大，一不小心呢又可能亏了。但是这样的场地，刚才大哥也说了，3000左右一年，我觉得真的是超值的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有一个碑，上面呢写的是愿新希望小学服务6村，教育文达，育有贤能。
看上面落款，这个是2003年11月份。1楼是有3个教室，这里有个学前班1班，这边应该也是学前班2班左右吧。再过去就是1年级、2年级了。这是一个走廊。其实看到这样的场景，石头就想起小时候在小学里面读书的一户画卷了。周边就是老百姓的住户，然后每天吃过早饭就来上学，下午4、5点钟再回家帮忙父亲他们割点猪草，然后收点玉米到田里面打点稻谷。其实我们年纪小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年幼的时候，是非常非常开心的，儿童的一些乐趣，基本上在我们那个年代都能够得到。以前我们80几年的时候是没有手机的，每天都到稻田里面去抓一些泥鳅、仿膳之类的。现在的小孩呢，一天都是拿着手机，每天不停地在看手机。可能也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和现在这个年代发展所致的吧。从这边走上去呢，就是2楼的位置了。之前啊，也有很多粉丝朋友说想到农村去找一些废弃的厂房还有学校，因为这样的场地都比较宽，基本上不要改建多少，不要投入多少，拿来就可以利用。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荒废的学校呢，基本上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来到2楼呢，一眼就可以看到对面的大山，整个大山呢是环抱着整个学校，田园的风光。远处呢是老百姓的自建房，大部分呢都是木房子。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些砖房，整个院子非常的宽，都打了围墙，然后把院门一锁上，基本上里面就是一个私密的空间了。然后从这边走进去呢，就是一个教室，我们看一下大概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看里面有些书桌、椅子，然后窗户呢都留得很大。这里应该是一个多媒体的一个黑板。湘西编程机场就在那个方向，看到吧？那边就是航站楼的位置。风景啊，确实非常的不错。视频前的朋友们，有没有想把这个地方变废为宝的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告诉石头。好了，喜欢的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